你知道吗？我们的所有影片都是透过手机来拍摄。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我们是如何拍摄以及剪辑出你们看到的这些精彩影片吧。不好意思，这里是603，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都是想要了解我们这个新的影片系列，叫做轻教学，是吗？这位同学是。那其实呢，我们这一次轻教学这部影片融合两大趋势，最近的影片趋势叫短影片，以及呢。频道的优点就是手机的教学，它融入起来，它变成一个叫做轻教学的东西。那轻教学其实没有做的那么简单，我们把它分成3个大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摄影。首先在拍摄的部分，我们先运用摄影基础的远景、中景、近景3个不同的景别来解说影片前段情境内容的拍摄。第一个远景，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运用1倍或者是0.6倍的倍率，在整个场景里人物放置在画面中较小的比例，可以用来展现环境或是场景的全貌，让观众更了解人物所在的地方哦。那在运镜方面，我们有 pan 水平横移、左右移动画面，或者是 tilt 垂直横移、上下移动画面来拍摄。首先，我们可以2只手拿稳手机之后呢，双臂夹紧，我们看着荧幕中间的水平仪，左右移动画面。那当我们的手机维持水平状态的时候，横杆就会变成黄色的。记得要让水平仪维持在黄色的哟，这样是为了让我们确保我们拍出来的画面可以非常的稳定。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拍摄的是比较高的建筑物，或者是像树这种会往上延伸的物体的时候呢，我们一样拿好手机，然后转动我们的手腕，一样让中间的水平仪保持在黄色。那这样子上下移动手机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垂直横移，也就是我们 tilt 的拍摄方法咯。第二个中景，通常我们可以运用手机的1倍或者是3倍，拍摄主体的同时，也在画面中保留一部分的背景，可以用来展示人物的动作或者是2个人之间的对话哦。那通常我们拍摄中景的时候呢，都是将主体放在画面至中的位置。在运镜方面，我们先习惯将手机推远，在推远的时候，我们叫做 dolly in， 就是让画面中的主体变得更大。那在推远的时候呢，我们叫做 dolly out， 就是让主体在画面上的比例变得更小。那在习惯这个动作之后，我们可以让脚步往前跨出1步。我们在往前的时候，可以让重心移到前脚；那往后的时候呢，重心移到后脚。这样子可以保持我们的画面稳定，以及让画面的运动幅度更大。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拍摄的是运动中的主体的话，我们可以采用 follow 这个运镜的方式来拍摄哦。那另外呢，在步伐的部分，我们可以采用猫步，也就是膝盖微弯，踏出的每一步呢，不要那么的沉重，来以防我们身体的剧烈晃动哦。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接触手机摄影的话，我们建议可以进到相机 App 里面之后，点选左上角有一个齿轮的符号，开启影片防震这个选项，这样就可以让你拍摄时的画面更加的稳定哦。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拍摄的是一个快速移动中的主体，你需要奔跑才能跟上它的话，我们建议开启超稳定动态摄影，这个功能可以大幅减少你在拍摄时跑步造成的碎震哦。第3个近景，近景可以用来强调人物的情感，或者是凸显出重点。只要运用手机的3倍或者是5倍，就可以轻松拍摄出聚焦在人物的脸部、手部或某个主体上这类的近景，甚至是特写的画面哦。在近景中，我们可以运用变焦的方式，让景别由远景变至近景，或者是近景变至远景，来达到 zoom in、zoom out 的运镜方式哦。那 zoom in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适合用来拉近观众的注意力；那 zoom out 呢，则适合当做是影片的结尾镜头哦。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上下滑动变焦钮来变换焦段与景别，甚至可以与水平横移与垂直横移来增加画面的动态感哦。那在拍摄操作影片时，我们可以运用俯角拍摄，让摄影机位于高处向下拍摄，但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哦。第一个，稳定摄影机，使用三脚架或稳定器，避免画面晃动。第二个，构图清晰，确保主体突出，避免背景过于杂乱。第3个，光线控制，注意光线的来源，避免因俯角产生过多的阴影。那讲完影像的部分，在声音的制作上面，可以采用现场录音，还有后制配音。后制配音是在影片拍摄后，单独录制声音并添加到影片中；现场收音则是在拍摄时直接录制声音。后制配音可以精确地控制音效，但可能不如现场收音自然。现场收音更真实，但也可能受到环境噪音的影响。教我，哇，教我。以上呢，就是我们在拍摄上需要了解的注意事项。我们在出发前还会有一份拍摄脚本，可以事先规划出这部影片的整体模样，
也可以更有效的在剪接后置阶段进行团队沟通哦。其实摄影完了之后，你有了很多的影片，代表它有了肉体。但是我们有了肉体之外，我们人也会有一个灵魂。我们灵魂的赋予者就是剪辑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初剪这一部分要怎么进行吧。完成影片拍摄后，首先选择一款你擅长的剪辑软体，打开媒体素材，汇入这次拍摄的影片内容和音乐。接下来将这些影片拖到时间轴上，按照脚本进行分类。影片分为2部分，前半段主要是情境介绍，这部分利用演员和运镜来展示整个影片的故事性。后半段则进入主题教学，这部分需要节奏更快且内容详尽。在进行修剪时，首先要剪掉不需要的部分，例如冗长的语气、连接词以及影片前后的过长描述。点选左边的设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有一个叫做提醒的选项。点选左边的设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有一个叫做提醒的选项。此外，要重复听每位主角说话内容，我们需要确保教学影片的主旨清晰、精确且合理。影片初步剪辑完成后，记得加上说明和备注，带出强调的功能标题，必须利用字卡强调，让观众进入情绪。因为接下来这段影片将进入后制阶段，这样可以让后制人员更顺利地进行后续的制作。接下来我们有人申请之后，当然还缺少一些美美的东西，这一个部分就是给后制来接手了。因为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需要有衣服，需要有声音，需要更好看的东西来让这一部影片看起来更加完美。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后制就会帮我们完成这个部分咯。我们现在看到的版面配置其实是经过6次的优化，从最初重复的画面到现在精致的设计，能清楚地展示我们教学的内容重点。首先来看到左侧的部分，介绍了产品的功能还有应用，让观众快速地了解这些功能的好处。右上方则显示了影片的标题还有功能的名称。我们在下方放置实际操作的影片，而这次我们选择用俯视镜头和周围的布景小物来避免传统荧幕录影的单调。而至于在 logo 的部分，我们在轻上面加入了羽毛的元素，让整体的文字呈现轻盈感。文字使用从白色到灰色的色票交错呈现，增添了前后紧身感。最后，我们用钢笔线条把轻和教学2个字连接在一起，使得整体的设计更具连贯性。而在版面配置以及 logo 设计完成之后，我们会开始处理初剪的影片。首先，我们会和剪辑师讨论初步的构想，接着把我的想法融入其中。我们会在画面上加上字卡以及音效，让我们的影片看起来更有动态的效果。当然，我们还会在一些操作步骤上加入提醒的音效，帮助观众注意重点，让影片的呈现更加丰富。好了，那希望今天的教学有帮助到大家。我们有摄影教学、剪辑教学以及后置教学，希望你们在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制作逻辑到底怎么样。那我还有下一堂课要去，希望下次可以再跟你们见面。那如果你们有问题，在底下留言。那我走了，拜拜。